好，宠粉的仪态又来了。要说这9月男友是谁，诚意当之无愧了。借用《琉璃》中的经典台词：我来娶你了，我等你很久了，来形容今年夏天的诚意再合适不过。看看这粉丝围堵的火爆程度，就能看出诚意是实实在在的大红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凭借男主剧《琉璃》大火之前，诚意给他留下的唯一深刻的印象就是《青云志》里的林惊羽。这个角色之所以印象深刻，除了诚意的颜值演技很出彩之外，还因为一场争议，一场强行加戏被骂抢戏男主李易峰的争议。有关这个话题，直到现在随便一搜还是能搜到一大把。当初诚意在《青云志》里是4番，也就是说除了李易峰、赵丽颖、杨紫，他是剧里最重要的角色。但似乎是剧方为了捧自己人，《青云志》给林惊羽疯狂加戏，直接加到比男主李易峰都多，有了喧宾夺主的意思。所以当初以及现在提到《青云志》这部剧，都会有对诚意的争议，这是意料之中的。只是4年前抢戏李易峰被骂的诚意，如今红到被粉丝堵到无法出行，这反转和升级令人唏嘘啊！当然，诚意确实有红成顶流的条件，演技方面，他的哭戏和眼神戏都非常在线，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装，颇有几分男主脸的架势，硬件软件都足够。现在又有了琉璃的傍身，大有欢瑞新人一哥的趋势。不得不说，欢瑞看人的眼光是真不错，杨紫、任嘉伦、诚意演技都是顶配，但这营销套路也是真的深，前脚才把男女主送上热搜，后脚剧没播完就拆 CP。这琉璃虐恋刚结局，宫廷大戏的叔嫂情深常安诺就紧随其上。其实追过琉璃的小伙伴看常安诺这部剧一定会倍感亲切，因为除了袁冰妍和刘学义，几乎琉璃剧组的所有人都到位了。琉璃里司凤的老丈人楚掌门和好兄弟吴之奇变成了长安诺里和男主萧纯旭争夺皇位的兄弟，老丈人这是降级了，长辈变平辈。司凤的另一个兄弟刘奕欢就更惨了，平辈变小辈，降级降成了萧纯旭的侄子，人生实惨。司凤的姐夫也是越混越差，成了萧纯旭的随从，连个皇亲国戚都没挣上。琉璃里的小反派巫童还是坏人，看来是反派专业户了。还有琉璃里和司凤假结婚的阿兰小姐姐，这次真的成了萧纯旭的王妃。不过悲剧的是，2部剧的男主都不喜欢她，看来是独守空房，天天流泪到天明的节奏了。至于男女主，司凤和岛主夫人在一起了，诚意一改隐忍退让的小凤凰，摇身一变成了嵊州风光恣意的酒店下萧纯旭。同样是傲娇，但小九可比司凤毒舌多了。看起来诚意巨抛脸还是挺到位的。而在琉璃中让岛主绿到发光的岛主夫人，则是这部剧的女主，雍林国领主的孙女贺兰明玉。可能是琉璃无缝衔接惹的祸，仪态怎么看都觉得司凤出轨了。截止到仪态完稿时，这部剧到现在也1周了，评分还没有出来，不出意外大概是要扑了。仪态也是凑着琉璃的热度跳着看了10多集。不得不说，这部剧中诚意的哭戏还是很有感染力的。在他最无助痛苦的时候，是女主日夜陪着他，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两人早就明白彼此的心意，只是男主还要守孝3年，于是便先以荷包定情了。后来2国开战，男主请命出征，男主还想着等他战胜归来，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便向萧承瑞请旨，让他把女主指给自己。可万万没想到，三哥萧承瑞看上了女主。等到男主重伤回来时，女主已成了嫂子。可光男主演技好有啥用？剧情劝退全白费。出于好奇，仪态认真查阅了一下，原来《长安诺》这部剧是架空版的《孝庄秘史》啊。其实对于经典翻拍，我是持中立态度的，毕竟经典之所以称得上是经典，就应该能够经得起不同时代的审视。只是不幸的是，这部剧的翻拍还真的不太行。这剧情要是搁在10多年前，也许还是比较引人入胜的本子。可2021年都快来了，还弄这种爱而不得的叔嫂恋，就看不下去了。总想着引观众情怀赚钱，却忘了要与时俱进。
再说这男女主的 CP 感真是门玄学，不是你说宣传有它就存在的。这部剧 CP 感弱，一个是因为无缝衔接，一个便是因为男女主气质不符。赵英子不漂亮吗？漂亮，但是太漂亮了，知性、成熟、优雅。反观程毅，他为什么会凭借琉璃大火？是少年感。一个充满少年感的男主和一个知性美丽又大方的女主在一起了，有没有那种女主和男主差了个辈分的感觉？就拿琉璃来说，司凤玄机的人设和香蜜像不像？像，但是就是会火，因为该有的套路有了，男女主设定相似的地方太多了，自然而然就会给人一种 CP 感。所以啊，选角也很重要。一样是从琉璃中过渡到长安诺，程毅确实也做到了演什么像什么的程度，可是女主赵英子的形象却成了硬伤，这让大家完全忽略了她原本不错的演技，只觉得她的形象跟程毅不太搭的一面。这口味不一的局面也导致长安诺的风评不同，有的人觉得好看，有的人觉得不太过关，大家看法呢也有些偏颇。不过值得肯定的是，程毅、赵英子都是实力不错的演员，大家觉得女主出戏的关键还是在形象跟气质上。总的来说呢，这部剧之所以有一定的热度，大多数源于《琉璃美人煞》中程毅的演技太过于出色。因为从这部剧本身来看，除了演技，这部剧并无太大的亮点，和大鱼耳朵尔滚的爱恨情仇大同小异，除了狂虐男主毫无看点。相信很多人都和姨太一样，冲着程毅才去看这部剧的。不过从目前的评价来看，剧情真的是伤碎了观众的心啊，让人觉得男女主的关系已经处在死局，无法再有回转的机会了，真的除了虐只剩虐了。伤不起，真的伤不起。目前来看，程毅注定很难再靠这部剧继续前进。看到网上有很多人都在拿程毅和任嘉伦来比较，于太个人感觉，对于程毅来说，琉璃只能说令他成名而没有走红，他距离晋升当红小生行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需要一部真正大爆的作品。演技比较过关的他，首先要解决的是作品数量少这个硬伤。当然，这个情况已经得到了欢瑞的重视和改善。其次，仅比任嘉伦小1岁的他成名的有些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人气的积累。最后一点便是欢瑞所擅长的古偶剧确实更容易出爆款，也更容易推人，这一点明显和考虑转型的艺人的规划是相悖的。所以说了半天，突然发现一哥之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很多东西都是子虚乌有，很多撕资源撕破脸的艺人私底下可能还是好朋友。其实对于很多艺人来说，他们本人或许只把自己当做一个尽职的演员，有你争我夺的经历都不如在拍戏之余补个好觉来的实在。其实在姨太看来，我更期望程毅小火就行。借鉴张玉龙之前的一段采访，演员这行不红，因为说严重点是说死，太红是生不如死。所以希望程毅以后多拍优秀的作品，作品放哪儿不用争，啥都是你的。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